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影片主题是帕瓦，让我们开始吧。先来看看技能展示。帕瓦的技能组是1攻击加1辅助，辅助技能只有提升普命跟普通攻击转范围。那整体来说，这个技能组会是对空辅助，强度蛮弱的，毕竟对于陆军来说意义不大。攻击技能有解除无敌、降低抗性、禁言跟伤害。那整体来说，这个技能是还不错，唯一可惜的点是它没有解除真理，不然它的技能范围其实蛮大的。除此之外，其实就没有太多的缺陷。来看到第一场对战，今天的影片由伊森提供，我方第一场是进攻方。先来看看帕瓦的超进化基础数据。帕瓦的属性是火属性，类型是敏捷型，所以它是以务工为主的角色。但它的务工高达 7.7 万，体力高达 22.4 万，攻击力在敏捷型当中，除了第1名的水准以外，甚至是超越一堆智慧型的数字了。以摇滚熊大来说，摇滚熊大的攻击力只有 7.2 万，所以它已经比摇滚熊大还要痛，是一个相当不合理的数据。在相当不合理的攻击与体力之外，它的站位还高达400点，完全是打破过往我们对敏捷型的负面印象。再来看到第二场对战，我方依然是进攻方。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超级夸张且不合理的数据以外，帕瓦他的能力是增加矿物成本2，跟电制是一模一样的能力。这也代表他其实是一个选边站的角色，所以是很有机会在 PVP 中长期被使用的。加上因为他有吃到这一次的大更新，所以他并不会像前阵子的合作一样，很容易怕因为大更新的关系而被取代。那既然都讲到大更新，就要再来提一下帕瓦的才能。那帕瓦的才能是在面对召唤物或者是变身物的时候，它会提高攻击力。那不管是在普攻或技能都会是提高的，而且提高的幅度其实还不小，大概是30倍左右。所以帕瓦它真正可以发挥的情况下是配合变身角色一起使用。再来看到第三场对战，我方是进攻方。那开场对手的萤石直接卡在我方的门前，帕瓦的攻击技能直接轰在摇滚身上，那摇滚感觉是有死亡机制，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所以还是可以看到有没有解除争议，其实对于输出的影响是还蛮大的。摇滚的攻击力虽然比帕瓦还低，但是因为有解除争议的关系，有时候还是可以一轰，然后一大群的角色就消失。所以这也是帕瓦目前看起来好像输出不会到太明显的关系。然后可能有些观众在维护后的直播有跟到，当时我在影片中展示的帕瓦，我是说他是打后排的。那后来在经过我确认之后，帕瓦他其实只是技能范围很大，那他是一直打前排的角色。那至于为什么当时直播会说是打后排，应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前面的角色其实可能是高几率一直闪避到技能，而不是没有打到，所以可能这边再跟各位澄清一下。那现在对手使用了大雷雨，那对面的萤石又卡在我方门前，不过角色的数量差距实在有点大，所以对手很难在这时候靠着道具来压制我方。那这一场我方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就拿下胜利了。来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场对战，我方是防守方，那队伍是使用一个全后排阵。开场我方的 AI 就使用大雷雨，那看起来是因为我方后排阵的关系，所以对手的卡位会比较紧凑一些，那就会触发到 AI 使用大雷雨。那这时候帕瓦的输出，说实在，其实没有办法用肉眼直接看出来是不是有这么的显著。
不过帕瓦的真矿2是可以说是很恶心的啦。那可以看到对手现在已经开始有些角色被真矿。那可以看，如果再仔细看一些，可以发现他的鲁迪乌斯的矿高达600，所以看起来是他有些角色的装备或许是没有装到顶装，或者是在用工会战忘记换回来了。那可以看到这时候对手已经慢慢的没办法招架出我方的伤害，角色的数量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差距。那加上对方的萤石其实一直冲过来我方的前面当炮台，所以对手的后排几乎很难存活。那这时候帕瓦的输出其实也没有说太显著，那可能是因为他都打在神乐身上啊。帕瓦的火属性打在刚刚有一击杀下去，直接把一团都灭掉，所以可以看到帕瓦的伤害，如果真的能发挥起来，那也是相当恶心的。那这一场我方就靠着打后排的优势拿下胜利。你觉得帕瓦的数据是否太过于强大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